今天这个期节目我们要聊一件事，它是粒子物理学史上最美妙的一次意外收获。说意外，是因为它最开始的压根不是为了解释暗物质而被发明出来的，它是为了解决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和暗物质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被提出来的。但是当物理学家把它提出来之后，真正认识发现这个东西的性质和宇宙学开始对暗物质的要求获得好的离谱，简直就是专门为暗物质校准做的一样。这个东西叫做轴子。轴子这个名字是物理学家弗兰克·维尔切克起的，他后来因为另一个工作获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维尔切克给他起了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像某种洗涤剂清洗掉了物理里的一个污点，而恰好当时获得了一种洗涤剂的品牌，也叫 Axion， 他就借用了这个名字。好，这个来源说完了，我们来从头讲清楚轴子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以及为什么它是暗物质最完美的候选者之一。我们从一个听起来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开始说起，这个问题叫做强 CP 问题。CP 是2个字母的缩写， C 是与塔共为， P 是称变换。与称变换说白了就是把空间坐标取反，就像照镜子互换，或者更严格的说是把所有3个空间坐标同时取反。 CP 精确性就是说一个物理过程，如果你同时做了这2个操作，把所有的药剂换成反药剂，把空间取镜像，物理过程的行为不变，这个物理过程就具有 CP 精确性。物理学里有些力反对 CP 纯粹性，有些力不遵守。弱通讯之所以导致衰减变化的那个力是不符合 CP 预测性的，这已经被实验验证了，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但是强连通性，翁把夸克束缚在质子和中子里的那个力，理论上允许有 CP 的估价性破坏，而且破坏的幅度可以相当大。问题是，实验上我们从来没有测量到强响应里有任何 CP 估价性破坏。测量的方式是看重子有没有电偶极矩。电偶极矩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内部正电荷和负电荷的分布是不公正的，如果不公正，就会有电偶极矩。中子本身是电中性的，但里面有夸克，夸克是带电的，如果夸克的分布因为 CP 破坏而变得不公正，中子就会有电偶极矩。从理论上讲，如果强响应和弱响应有类似程度的 CP 破坏，中子的电偶极矩应该大到我们很容易测到。但是实验测量中子电偶极矩测了几十年，测出来的结果是0，或者说比理论预期小了至少10亿倍，不然10的负10次方这个量级甚至更小。回复李强， CP 简单性好，好的完全没有道理。根据粒子描述物理标准模型的数学结构，强对应的量子色动力学允许称为一个参数的项存在。这个参数可以是0到2之间的任意值，完全没有理论的限制，取任何值都是自洽的。但如果不为0，强响应就会有 CP 破坏，中子就会有电偶极矩。实验告诉我们，中子电偶极矩小到几乎为0，这意味着必须接近于0。实验上限是小于10的负10次方。问题就在这里了，可以取0到2之间的任意值，只要它偏偏就是0，或者说几乎就是0，这不是一个理论上必然的结果，也不是数学强制要求等于0，而是一个令人极其不舒适的巧合，一个需要解释的巧合。为什么那么小？这就是强 CP 问题。1977年，物理学家罗伯托·佩切和海伦·奎因提出了一个解决强 CP 问题的机制，称为佩切奎因机制。他们的思路非常优雅，他们说用强行把设定成一个小到不自然的数，不如把变成一个动力学指标。既然让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常数，而是一个场，一个可以安装的量，怎么做到这一点？他们引入了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廉价性，称为佩切奎因性的廉价性，然后使这种廉价性自动破缺。这里我们在上期关于希格斯玻色子的项目里讲过定价性自发破缺，
就是一个系统的动力学方程是定价的，但系统的实际状态选择了一个不定价的方向，就像铁球从圆形桌子上滚落到边缘某个位置。佩切奎因突然性自发破缺之后，根据我们之前讲过的哥德斯通定理，会产生一个无质量的玻色子。但是强响应的量子效应使这个哥德斯通玻色子提供了一个微小的质量，同时这个粒子的场就和参数连接在一起了。这个连接器使得整个系统的能量在等于0的时候取得很简单，这样系统就会自发地走到等于0的状态，就像铁球自动滚到势能最低的谷底。强 CP 问题就这样被动力学机制自动解决了，不是被手动调节成0的，而是自然的就到0的。而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粒子就是轴子，所以轴子是为了解决强 CP 问题而被预先存在的，它根本上不是为了解释暗物质而发明的，它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动机。那轴子的性质是什么？轴子是一种玻色子，自旋平衡，是一种验标量用量。既然它在宇称变换下会变号，这和它是哥德斯通玻色子的来源有关。轴子的质量取决于佩切奎因的估价性破缺的能量测量尺，否则那个新的估价性在什么能量下失效？这个能量测量尺称为佩切奎因测量尺，记作 F。它是一个自由参数，理论本身没有把它定死，只能靠实验和安装来约束。轴子的质量大致正比于强相互作用的图形能量测量除以佩切奎因测量，分数上大约是6乘以10的负6次方电子伏特乘以10的12次方电子伏特除以法。如果 Fa 很大，比如10的12次方电子伏特，那么1级电子伏特的1000倍，轴子的质量就非常小，大约是几百万分之一电子伏特，比电子的质量小了将近10亿倍。这是一个极其轻巧的药剂。轴子除了质量之外，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就是它和普通物质的相互作用极其微弱。轴子的主要交互作用是和光子电磁场的交互作用，但这个交互的强度正比于轴子的质量。轴子越轻，和光子的交互作用弱。对于质量在微电子伏特到毫电子伏特范围内的轴子，与光子的关联强度比磨损还要弱，弱到几乎完全不与普通物质发生任何可探测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轴子被称为幽灵武器，它穿越任何物质都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就像幽灵一样穿墙而过，什么都不碰，什么都不动，默默地穿越去。好，现在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轴子为什么被认为是暗物质的完美候选者？要成为暗物质，一个用量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它必须是稳定的，或者寿命极长，长到宇宙年龄的量级。因为暗物质存在至今，如果它能在几十亿年前就衰变消失了，就没有解释今天的起源。第二，它必须不与电磁场发生显着的相互作用，因为暗物质不发光，不吸收光，对电磁波完全透明。第三，它必须有质量，因为我们通过引力效应探测到了它。第四，它必须在宇宙早期被生产出足够多的数量，来匹配今天出现的暗物质密度。轴子满足所有这些条件，而且满足得非常自然，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调节。首先，轴子是稳定的，它的寿命超过宇宙年龄，这是它的理论结构的决定。其次，轴子几乎不与电磁场发生响应，满足对电磁波透明的要求。第三，轴子有质量，虽然极小，但不是0。第四，也是最精妙的一点，轴子在宇宙早期的产生机制，自然地给出了正确的暗物质丰度。这里需要说一个叫做错位的东西机制。宇宙大爆炸之后，温度极高，在温度与佩切奎因能量尺的时候，佩切奎因的价格尚未破缺，轴子场尚未存在。随着宇宙温度降到佩切奎因指数以下，预设性破自动缺，轴子场出现了。这个场开始有值，但这个初始值一般来说不是0，而是某个随机的值，在0到2之间的某个位置。然后随着宇宙继续降温，当温度降到量子色动力学的特征温度，
大约是几个兆电子伏特的时候，强响应的量子效应开始把往零的方向推，就像给这个场施加了一个力，驶向零震荡。场向零震荡，这个震荡的能量就以轴子的形式存在于宇宙里，形成了一片轴子场的震荡。而这些震荡就是宇宙里的冷暗物质。为什么叫冷？因为这些轴子不是通过热平衡产生的，而是通过场的相干震荡产生的。它们的速度极低，远远小于光速，是冷暗物质。而冷暗物质正是宇宙学设置所要求的暗物质类型。只有冷暗物质才能正确地形成今天安装到的暗物质和大几何结构。热暗物质会抹平小几何图形的暗物质涨落，并且安装不服。更重要的是，如果 Fa 旋转配切奎因能量测量大约是10的1次10方到10的12次方电子伏特这个范围，出来计算出轴子的暗物质丰度和宇宙学开始测量到的暗物质基线完全认知。这不是调参调出来的，是从解决强 CP 问题的理论出发自然给出的结果，并且开始完全符合。这就是轴子被称为暗物质最完美候选者的原因。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解释暗物质而被发明的，但它自然的就解释了暗物质。这种双重动机的聚合在物理学里通常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说明这个理论很可能是对的。好，那我们能抓住它吗？这是今天节目中最有趣的部分，因为探测轴子的方法比探测 UMP 要奇特的忒虚，需要用到一些非常有效的物理效果。轴子建立的可探测性质是在强磁场里可以和光子相互转化，这个效应的来源是轴子和光子的耦合。虽然这个耦合极其微弱，但在足够强的磁场里，轴子可以转化为光子，光子也可以转化为轴子。这个过程称为涅普里马科夫效应，或者就叫轴子光子转换。这就是探测轴子的核心物理机制。目前的探测思路有几种，第一个也是最经典的一个，叫做轴子暗物质实验，英文缩写是 ADMX， 全称是轴子暗物质实验 Axion Dark Matter Experiment。ADMX 的原理是这样的，你把一个高音数的微波谐振腔放在极强的磁场里，大概是几十到几十个，然后如果银河系里的暗物质轴子进入这个谐振腔，并且轴子的质量对应的频率和谐振子的谐振腔的谐振频率吻合了，那轴子就会在磁场里转化成微波光子，被谐振腔放大并被探测到。这个方法的难点有2个。第一，信号极其微弱，轴子转化成光子的功率大概是10的-23次方瓦，比任何日常概念里的小不知道多少倍。这就要求磨损的噪声必须极低，低到噪声量子极限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点，整个探测系统需要工作在毫开尔文的极低温下，大约比绝对0度只高了千分之几度，并且需要借助量子放大器才能把信号放大到测量的水平，同时保持噪声不超标。第二，轴子的质量不知道，谐振腔需要望远镜不断地扫描不同的频率，寻找不同质量的轴子。这是一个深入的过程，就像在一个巨大的频率空间里，一个频率知道一个频率的搜查，不是目标在哪里，而是必须进行一次检查。ADMX 实验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已经运行了很多年，在某些质量范围里达到了理论上预示轴子应该具有的耦合强度，但目前还没有发现轴子的信号。第二种探测方法称为太阳轴子搜寻，著名的实验称为 CAST， 就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轴子太阳望远镜。这个实验的思路是，太阳核心的温度很高，大约是1500万度。在这个温度下，太阳里的光子通过太阳里的电磁场可以转化成轴子。这些轴子从太阳核心飞出来，穿过太阳、太空穿越，到达地球。因为轴子和物质几乎没有作用，它们完全穿过地球，不受阻挡。CAST 实验用辫子过去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磁铁，辫子9.26米长，强度8.8特斯拉的超导磁力，把它指向太阳，让太阳发出的轴子穿过这根磁铁。如果轴子在磁场里转化成 X 射线光子，
红外线就能看到信号。CAST 运行了很多年，没有找到太阳轴子的信号，但把轴子的连接强度限制，压力低到了相当精确的程度，预留了很大的部分参数空间。CAST 的继任者是一个更大的项目，名叫 IAXO 框国际轴子天文台 HI-1A， 计划建造一个更大的磁铁，不仅比 CAST 高几十倍，探测到更宽范围的轴子质量和关联强度。第三种方法更为新颖，称为 CASPER， 是用核磁共振的方法来探测轴子。轴子场在震荡时间上频率等于轴子的质量，如果这个震荡频率与某个原子核的自旋频率相匹配，轴子场就会使这些原子核的自旋产生相干振动，就像一个外部震荡场驱动噪声一样。这个信号可以用核磁共振技术探测到。CASPER 实验在德国美因茨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都有实验组在做。它的优势是对极轻的轴子，质量在10的负22次方到10的负14次方电子伏特这个超轻范围有独特的探测能力，而这个质量范围是 ADMX 这类骨髓实验难以覆盖到的。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用射电望远镜寻找磁场极强的中子星附近的轴子转化产生的射电信号。中子星的磁场可以强达到10的15次方特斯拉，比实验室里能力的最强磁场还要高很多数量级。在这么强的磁场里，中子星周围积累的暗物质轴子理论上会以极高的效率转化成射波，被射电望远镜探测到可以产生。闪电们已经用了一些射电天线对准某些磁场极强的中子星、一生磁星进行了搜索，目前还没有找到信号，但这个方向的同样仍在触发。中国的 FAST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俗称天眼，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伸缩装置，比以前的仪器高很多，理论在寻找轴子转化信号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所以轴子的探测并不是像 WIMP 那样主要探测靠一种技术，而是有很多种技术路线，从地下实验室的谐振枪到对着太阳的磁铁望远镜，到核望远镜，到天文射电分离，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物理效应来围堵追截这个幽灵粒子。但是上述的这些探测方法有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必须坦率地说出来：轴子的质量理论上允许的范围是从10负22方电子伏特到大约毫电子伏特，涵盖了近20个数量级的质量参数范围，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不同的质量需要完全不同的探测技术，没有一种技术能够一次网打尽所有可能的轴子质量。所以现在的实验就是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各占一个角落，逐步地向里面推进，一点一点地修复或者确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需要几十年，也许需要更长，才能把整个参数空间都覆盖到。但是与寻找 WIMP 的情况相比，轴子的搜寻有一个让物理学家保持乐观的理由，这就是探测技术正在加速进步。量子传感器技术、量子计算相关的低噪声放大器、核磁共振技术的精进射电望远镜的相互提升，这些技术的进步每隔几年就能把轴子探测的同样提高好几个数量级。以 ADMX 为例，过去10年里就提升了大约2个数量级，而且计划中的升级还将继续大幅提升。就在2023年 ADMX 实验宣布，他们在某个特定的质量范围里达到了理论上预示的 KSVZ 轴子耦合强度。如果一类具体的轴子理论预测的最自然的信号强度没有找到信号，但这意味着在那个质量范围里，如果轴子真的存在，而且就是 KSVZ 型，应该能看到，没看到，说明那个质量范围里至少那几种类型的轴子不是暗物质。这是一个科学进展，不是发现，而是修复，而修复也是朝着答案迈进的一步。轴子这个课题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它引出了整个轴子类粒子这个大家族的概念。在弦理论等超出标准模型的理论框架里，大量存在类似轴子的粒子称为类轴子粒子，简称 ALP。 它们的性质和轴子相似，但不一定和强 CP 问题相关。
可以有各种质量和关联强度。弦理论，在宇宙里可能存在数量极多的种类，形成一个所谓的弦论轴子景观。质量和连接强度各不相同，分布在一个巨大的参数空间里。如果这些 ALP 里有一种质量和连接强度恰好满足暗物质的条件，那它就是暗物质，不一定是解决强 CP 问题的那个标准轴子，但在安装效果上可能和标准轴子非常相似。更广泛的轴子类种群概念进一步丰富了轴子搜寻的理论动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强 CP 问题，还可能是弦论接下来的更广泛的种群家族的成员。好，我们来整体整理一下今天讲的内容。轴子是为了解决粒子物理里的强 CP 问题而被预言的粒子。强 CP 问题的核心是量子色动力学允许有 CP 精确性破坏，但实验表明几乎没有，参数极小而无自然解释。佩切奎因机制把变成动力学指标，自发破缺产生了轴子，让自然的变得为零，解决了这个问题。轴子的关键性质是质量极轻，在微电子伏特到毫电子伏特范围，与光子的耦合极弱、稳定，不与电磁场显著作用。这些性质是天然符合暗物质的要求，而宇宙早期的错位机制地产生了风度的轴子暗物质，不需要任何调参。探测轴子的主要方法是利用轴子在强磁场里转化成光子的效应，包括谐振腔实验 ADMX、太阳轴子、望远镜 CAST 和未来的 IAXO、核磁共振方法 CASPER， 以及利用中子星强磁场的天文观测。不同的方法覆盖不同的质量范围，目前尚未找到轴子的信号，但探测技术在进步，参数空间在被快速补充。我觉得轴子这个东西最让人觉得物理学家的位置并不是它有多神秘，而是它的来历。它不是因为暗物质问题被发明的，它是解决另一个完全独立的问题的副产品。然后你回过头一看，哎呀，这个副产品居然正好是暗物质需要的那个东西。在物理学里，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狄拉克在推导相对论量子力学方程的时候，方程自动给出了一个负能量解。他认为这是个麻烦，但后来意识到那个负解预示着反物质的存在。后来反物质真的发现了。希格斯机制是为了解释 W 玻色子和 Z 玻色子为什么有质量。副产品是希格斯玻色子，现在希格斯玻色子已经被发现了。轴子是为了解决强 CP 问题，副产品也许是暗物质。每一次这样的巧合都不是真正的巧合，而是一个信号，说明这个理论抓住了真实的某种微妙结构。我们能否抓住它的轴子，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继续寻找。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李一杂谈，我们下期再见。